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美国的经济和平条款呢，其实是在对中国的崛起设定条件。这期话题我们就说说这个问题。现在美国政界的集体焦虑呢，是前所未见。可能有网友会说，上世纪60、70年代的苏联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曾经让美国人很焦虑啊。但是苏联呢，能够威胁到美国的只有军事和政治力量，在经济上呢，对美国的威胁很小。日本呢，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威胁，但它的规模却有限，而且日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又是美国的傀儡。只有中国，人口规模远超美国，又在所有的领域全方位的追赶美国，这在美国政界引发的焦虑，远不是前苏联和日本所能比的。因此，我们才能见到美国政客在最近2年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华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随着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并成立了2党共同参与的美中问题委员会而愈演愈烈。这个委员会呢，专门为对抗中国而生。中国在最近几个月拒绝与美国政府高层接触，就是看到了这种不理性的反华氛围，让任何接触都毫无意义。他们除了提要求让中国干这个干那个以外，什么都不会让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经被认为是现任美国政府中少有的务实派、理性派，发表的反华言论呢比较少，并且主张对华合作，反对与中国经济的脱钩。因此，中方的高级官员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曾经在国际场合会见过他。但是，在美国政界集体的反华失心疯中，他也不能免俗啊。在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结束之后，耶伦正式发表了自2021年以来首次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声明。美国媒体认为，这个声明是为了澄清各方对美国政府的中国经济政策的动机或意图的猜测。但是，与其说这是一个声明呢，不如说这是一个最后通牒。美国外交政策在4月24号发表文章说，耶伦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宣布了美国对中国经济和平的条款，为中国的崛起设定了条件，那就是不能威胁到美国的领导地位，否则将引发美国的制裁。中国会接受这样的讹诈吗？连外交政策都认为，美国拒绝就中国崛起进行谈判，可能会使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耶伦的声明根本无法让中美之争平静下来。当然了，耶伦在讲话中坚持认为，美国政界关于美中冲突越来越不可避免的想法是错误的。他的理由是，这种想法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也就是美国正在衰落，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从而将导致中美之间的冲突。美国将寻求军事对抗，以防止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带来权力的平衡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耶伦坚持认为，这种想法毫无意义，因为美国由于其基本的自由制度、创新文化和拜登政府的明智的治理，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极佳，所以呢，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繁荣的经济体。同时耶伦坚持认为，美国没有理由寻求扼杀中国的经济或技术现代化，或者是追求深度脱钩，并且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美国的经济领导力并非不相容。问题是，他自己相信这种判断、这套理论吗？美国的其他政客相信吗？至少外交政策的这些作者们是不那么相信的。外交政策的作者指出，耶伦的理论是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那是因为美国做得很好，美国不怕挑战。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呢？按照耶伦的说法，美国制裁中国的企业和机构是因为他们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不是因为美国想扼杀中国的经济。然而，在同一个讲话里面，耶伦却大肆地宣扬拜登政府通过的法案，尤其是以强烈反华为特征的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为美国未来的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说明呢，耶伦这些看似合理和通融的声明，实际上就不是那么和谐。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美国对现状的划分。如果中国不尊重美国在无害的繁荣和技术发展方面划定的上限，那么中国就会面临美国大规模的制裁。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政府和国会正在讨论将政府的债务上限一次性的提高到50万亿美元。美联储的持续加息已经让一些小银行暴雷，而不加息呢，又控制不住通货膨胀。这就是耶伦嘴里的
美国经济健康状况极佳，看来啊，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呢也没有必要和耶伦见面了，真的不值。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